大家好，今天比特币价格它已经按照我的计划突破了22枚，而且也是有发现大佬再次入场 BTC， 但令人惊讶的是散户似乎还在犹豫不决。那么从技术形态上我们如何观察到这一现象呢？此外我将利用这一张图表来深入探讨比特币的大杯柄结构，上一次提出的2个买点知识再来做一下巩固哦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这一个大杯柄的结构，前面是有跟大家讲到2个买点的位置，不排除 25K 支撑是非常的强，胆子大一点的话，或者还有资金，或者是还想开币本位的朋友， 25K、26K 我个人是觉得区别并不大啊。现在也没涨了多少，你如果要买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还来得及，因为我一直的计划是比特币这一个绿色在历史上产量减半之前，每一波牛市在第一波上涨之后，它二浪整理有可能就是在画饼的结构。19年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在产量减半之前，估计这个位置可能就要去挑战上面的高点。不过19年这一波涨幅是第一浪就涨了3倍，确实幅度有点大，所以它在产量减半之前，它这个高点也还没挑战。所以目前的比特币牛市第一波上涨，我个人是觉得杯柄整理的结构，你一定要利用压回的低点来买，或者是你也可以等昨天提到的一个点位。那不然杯柄还有一个位置，就是最迟的话，你应该在这个高点突破的时候，杯柄第2个买点就是突破这个位置的时候进去买啊。但是我的观点，如果突破这个位置 32K， 你再进场买的话，速度可能有一点慢，到时候主力可能要洗盘。从历史的一些现象，比特币在产量减半之前，如果突破了这个饼的高点，它后面洗盘一般都会有一次压回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目前是在2023年，所以我的观点不排除这个位置饼已经是形成，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会缓步慢牛的上去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墨西哥第3大富豪什么 Ricardo， 他是再一次进场比特币，继续买入比特币哦。我记得当时在2022年的时候，这个富豪也是有表示，流动投资组合里面超过 60% 都是在买比特币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这些富豪都在买比特币，很多散户为什么还在看空这个比特币？不要跟这一些洋枪洋炮去对着干哦！你用小米加步枪怎么可以干过这些富豪？他们可能随便动动手指买的话，有可能未来是不是会把交易所里面的比特币给买光掉？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历史上比特币每一次底部杯子脱离以后，第一波牛市它后面会整理一个饼的结构。19年是这种形态，而且发现量是一直在萎缩。后面如果没有疫情的黑天鹅事件，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转折区啊，时间感觉也是非常的接近，就这个区间跟目前的这个区间接近减半之前的一个区间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到2016年这个大杯柄的区间底部脱离以后，就是这个三角整理的形态，它也是在画一个饼的整理区间。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，它在接近产量减半之前，就是这个位置有一波拉升，后面也是洗到位以后继续往上涨，感觉这个位置就是在产量减半之前，它比特币的价格要脱离这一个杯柄的顶部。所以我们从历史的形态16年的这个位置观察出来，也就是在产量减半之前，如果它会脱离这个杯柄的高点的位置，突破完以后，到时候高点你要去留意，有可能不能追。在产量减半前后一段时间，它可能还会反复的洗盘，就是这个区间。所以后面如果还要再做多的朋友，你到时候去观察还有没有类似这种压回的低点，这是提前给大家在这边防范。主力有时候往往就是在拉升以后，然后让很多人追在高位，后面有洗盘的位置才是下一步币本位继续做多的点位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2年当时底部这边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杯柄的结构，后面是在2012年的6月份这个位置不是有脱离了整个杯柄的区间，而且在这个位置高点是突破了这个高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一样，在产量减半之前，它这边突破这个饼的高点以后，也是有一次压回，或者甚至在这边继续整理一个区间，后面往上涨。所以就目前比特币的价格，
我个人观点，还是一样，就是尽量给我往上去看，不排除在产量减慢之前，有可能会脱离这整个平台。脱离以后，到时候再观察，到底它要挑战这个 48K， 还是说在 48K 之前先整理。如果是挑战 48K， 也不排除有可能还会有压回的低点，到时候看，如果还要开闭本位的朋友，因为有利润的话，你后续在每一次上升的压回的左侧位置都可以给我继续闭本位做多，不断的利用利润再滚出更大的利润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价格，现在价格已经是站上了这一条20的均线，或者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它像之前这个高点的位置也是整理区间，然后突破20 MA， 但是最终后面是崩盘。不过我的观点是不同啊，你如果要这样子来判断，我也提前跟大家讲，很多空方肯定会讲这个位置站上有什么用，它到时候这样子洗不是照样要崩盘，到时候这样子横的话不是照样子要崩盘，空方的朋友肯定会这么讲。不过我想跟大家讲不同啊，它的空间是不同，这个位置突破20 MA 不同于这个位置，有可能就类似 FTX 交易所 15K 到 16K 的底部这个位置突破，后面这边横盘它会再上去，或者重心再压回，或者再横盘最终往上突破，也不排除有可能会走出这种走势啊。然后还有几个压力位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，也就是4个小时里面我们可以细心留意一下，当时这个位置也有一根大量，从1个小时观察的更明显，也就是这一根下跌的位置，它当时有一个大量区，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，今天早上来到26,400美金，就是这个区间，短线这个位置是有压力啊，所以不排除这个位置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，然后看会不会再往上突破。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压力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讲，它是前面在这个整理区间，后面不是崩盘的位置，就是这几根 K 线啊，下方有一个攻击量。但是昨天又不同了，从1个小时里面可以明显的观察出来，已经有几个多方的攻击量已经是产生了，有一根就是在7号的这一个低点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昨天在这个位置过高的时候，所以你短线如果要反手的话也可以留意，就是这个 N 型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大致压回到 25.8K 附近这个低点位置，它后面不是从这边起来，其实这整个区间也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，还有一根攻击量就是在这一个相对比较高啊，大约是在 26K 附近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技术形态啊，目前已经是有4只脚在这边支撑比特币 25K， 我感觉是非常难跌破，很多人还在等 25K 要跌破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位置散户还在犹豫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昨天的量啊，它在涨的时候量能也并不是很明显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币安的交易对，量能是根本就没什么量，所以有可能就是市场还在犹豫，就是主力往往都是在上涨的前期，它不一定要放大量，就类似这个底部的位置，它也是脱离了20 MA， 这个位置量也不是很明显啊，有可能就是市场在怀疑，往往在顶部的高位出大量的时候，你反而要小心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种高点的位置出大量，你反而要小心，或者像这些高点的位置出大量，你反而要小心，甚至大量不涨你要更加的小心。所以现在散户是在犹豫啊，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不要去怀疑啊，你如果担心的话可以配置一部分也可以嘛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